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灼灼韶华同台开局，一个拼流量，一个靠口碑，谁能长红？赴山海灼灼韶华同台开局，一个拼流量，一个靠口碑，谁能长红？9月14日这天，追剧党们是真纠结。左边是穿越打怪升级的赴山海，右边是民国商战家庭大戏灼灼韶华。两个剧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但偏偏撞当同天上线。网友调侃这波左右开弓，谁都不想错过。就像以前你爸妈抢电视遥控器，一个要看新闻联播，一个非得卡点追剧，最后全家都不满意。现在只是把平台换成了手机和各自的账号而已。先说赴山海，一开场就把节奏拉满。程毅一个人挑起3种身份：现代写手、江湖少年，还有个反派角。剧情走得快，开头不到10分钟就穿书了，打戏直接拉满。网上有路透说，程毅为了拍动作戏，最长那天18个多小时没停歇。看得出剧组想要那种燃爽感，把打斗、特效、水墨元素全堆一块，甚至连非遗武术都上了，想把武侠拍出点新花样。改编自温瑞安的老 IP， 书粉本来就多，开播热度就蹭蹭往上涨。不过观众嘴可不饶人，很多人吐槽磨皮磨到认不出脸，绿幕也假的一眼穿帮，演员台词有时糊成一团。有人说看着像短视频剧拉长版，塑料感有点重。还有一部分原著粉觉得穿书系统虽然新鲜，但把原著里那种大义、命运的厚重感削弱了。前几集节奏反而慢了点，还没进入主线就一直铺垫，部分人直接快进。搞笑桥段不少，有人爱，有人觉得太出戏，失了点武侠的沉浸感。再看灼灼韶华，这是一部民国女性逆袭的商战剧，走的路子跟赴山海完全反过来。故事发生在1916年，女主楚韶华家道中落，婆婆强势，丈夫早逝，眼看就要过不下去。结果她逆风翻盘，从一个受气包变成商界大女主。这种剧情很对现在不少观众的胃口，尤其是女性群体能找到共鸣。这部戏在服装造型和道具上下了很多功夫，场景细节很讲究。比如旗袍随着情节变换，发型也从传统变成洋气卷发，连药铺的算盘、药酒瓶、柜台都很逼真。有观众说看着像是老照片复活，民国气息拉满。但争议也不少，比如热依扎眼少女时期，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违和，脸上的成熟感怎么遮都遮不住。男主杨佑宁的文之秋痞帅是有，但说话黏糊，让一些人听着不太舒服。李勤勤的婆婆角色倒是被夸太真实，她跟女主斗嘴掐架，成了不少人追剧的动力。还有柴碧云演的康二妞，成长线甚至比女主还要吸引人。剧情上灼灼韶华节奏快，家国与小家的冲突不断推高。但短板也有，比如女主初恋牺牲那段，有观众觉得太突然，情感铺垫不足，后面男主戏份加重却有些生硬，让人难以代入。而且剧里的台词经常现代感满满，像我来养家这种话在民国背景下显得跳戏。一些老观众喜欢这种正能量、年代感，但年轻人觉得不够真实，甚至有点假。从数据看，赴山海一上线就冲上平台热榜，腾讯和爱奇艺都给出了高热度，妥妥的流量爆款。反观灼灼韶华，优酷的首日热度没那么高，但在央视收视率不低，尤其受到中老年观众欢迎。很多人夸剧情扎实，三观正，看着舒服，也算走出了一条慢热长跑的路。现在的观众其实越来越挑了，光有明星流量和平台加持已经不灵了。
像《富山海》虽然热度高，但被批评技术粗糙、内容空，有点像快餐《灼灼韶华》，虽然节奏慢点，但靠着细节和情感，赢得了不少回头客。两种玩法背后是两拨人群，一个追求刺激解压，一个讲究共鸣和代入。到底哪部剧能真正长红，还是得看后续剧情能不能立住，观众是不是愿意一直追下去。现在短视频和网剧爆炸，谁都能火一把，但能留下来的，往往是能让人记住、愿意翻看的那一类。你更喜欢哪一头？是武侠新编的快感，还是年代大戏的温情？不同的剧，服务的就是不同的胃口，各有看头。诚意赴山海灼灼韶华同台开局，一个拼流量，一个靠口碑，谁能笑到最后？双剧同档的对决。9月14日这一天，对于追剧党来说，无疑是个甜蜜的负担。一边是由诚意主演，改编自温瑞安经典武侠的《富山海》，走的是穿书打怪、动作燃爽的路线；另一边则是由热依扎、杨佑宁领衔的民国商战剧《灼灼韶华》，以女性逆袭、家国情怀为核心。两部剧在风格、受众、节奏上完全不同，却偏偏同日上线，硬生生把观众夹在中间。有人调侃，就像当年父母抢电视遥控器，一个要看新闻联播，一个偏偏卡点追剧，最后全家都不满意。如今只是把战场从电视搬到了视频网站和手机。这波左右开弓，不仅是平台间的较量，也是不同剧集制作理念的对撞。究竟是依靠明星效应、IP 热度的《富山海》更容易取胜，还是凭借剧情厚实、情感细腻的《灼灼韶华》更能留住人心？《富山海》流量爆款的疾风快感，《富山海》一开场就放出大招，诚意一人分饰三角，现代写手、江湖少年、亦正亦邪的反派，不到10分钟便直接穿书。动作戏和特效齐上阵，节奏迅猛。据剧组路透，诚意为了完成动作戏，最长曾连轴转18小时，吊威亚、翻滚、近身格斗样样来，体现出制作方想要营造燃爽感的野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剧中融入了非遗武术和水墨意象，力求把传统武侠拍出新鲜感。IP 加持，改编自温瑞安作品，本就自带一批忠实书粉。明星流量，诚意近年来凭琉璃莲花楼积累了大量人气，粉丝粘性高。快节奏爽感，穿书设定，新奇打斗，特效堆砌，容易抓住短视频时代的眼球。然而《富山海》也不是没有问题，技术粗糙，过度磨皮让演员失真，绿幕合成感强，部分场景让观众一眼出戏。剧情轻，虽然节奏快，但前几集始终在铺垫，主线推进不足，一些原著粉认为失去了作品原本的厚重感。调性混乱，搞笑桥段虽能增加轻松感，但夹杂在武侠氛围里，部分观众觉得突兀，失了沉浸感。一句话总结，《富山海》就是典型的快餐剧打法，热度高，话题足，短时间能火，但能不能长久还要打问号。灼灼韶华，口碑剧的慢热潜力。相比之下，灼灼韶华完全走另一条路。剧情设定在1916年，讲述楚韶华热依扎氏在家道中落、丈夫早逝的困境中，如何一步步逆袭成为民国商界大女主的故事。这类题材对女性观众尤其有吸引力，婆媳矛盾、家庭生存、女性独立，既贴近生活又能激励人心。剧组在服装、道具上也下了苦功，旗袍、发型随着剧情变化，药铺算盘、药酒瓶等细节都还原到位，整体质感被观众称为老照片复活。女性视角，凸显女性成长与独立，容易与观众情感共鸣。细节真实，道具考究，年代感强，增强了故事的厚度。配角出彩，李勤勤饰演的婆婆角色真实又生动，
柴碧云的成长线也颇受好评。选角违和，热依扎演少女略显成熟，让部分观众出戏。台词现代化，诸如"我来养家"这类台词，放在民国背景下显得不够真实。情感铺垫不足，比如女主初恋的牺牲过于突然，情绪酝酿不够。尽管存在瑕疵，灼灼韶华整体被认为剧情扎实、三观正，特别受到中老年群体与偏爱年代系观众的欢迎。收视率虽不如《富山海》爆炸，但稳扎稳打，有望越播越热。数据与口碑的分化，从首日数据来看，《富山海》凭借流量和 IP 优势，迅速冲上腾讯、爱奇艺热榜，成为妥妥的爆款。它满足了观众追求刺激和解压的即时需求。而灼灼韶华在优酷平台的热度不算拔尖，但在央视播出时收视率表现亮眼，尤其受到中老年观众的追捧。它的优势在于长尾效应，节奏慢，但容易积累稳定口碑，观众粘性高。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当下电视剧市场的两种思路：快餐式爆款，依靠流量明星和高强度宣传，短时间内制造话题；慢热型长红，靠扎实的剧情、真实的细节和情感共鸣，慢慢积累观众。谁能真正长红？在短视频和网剧爆炸的当下，爆红并不难，难的是长红。富山海未来的隐忧，它的热度有目共睹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如果依旧是特效堆叠加清洗调侃，而没有真正深挖角色成长与命运主题，很可能昙花一现，观众会被下一个新鲜剧吸引走。灼灼韶华的潜力，虽然热度起步一般，但凭借扎实的细节、女性成长的主题、婆媳与家国的双线冲突，具备长期留存的价值。观众尤其是女性和中年群体更愿意追完甚至二刷。因此，如果把爆火和长红区分开来，那么富山海更像是快闪烟火，而灼灼韶华则可能是慢炖老汤。观众的选择，两种胃口，两种满足。最终，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对决。喜欢快节奏、爱看特效、追求刺激的观众，自然会更偏向富山海；喜欢慢节奏、注重细节、追求情感共鸣的观众，则更容易留在灼灼韶华。不同的剧，服务的就是不同的胃口。娱乐市场的多元化，也正体现在这种差异中。富山海凭借流量与话题性，在短期内无疑能掀起热潮，但真正能否留下口碑，还要看后续剧情是否能打破空有架子的质疑。而灼灼韶华虽然起点不高，却凭借细腻的女性成长故事、真实的年代质感，很可能在口碑的助推下走出一条长红之路。就像一场赛跑，富山海起跑迅猛，但能否坚持到最后存疑；灼灼韶华则是稳健的马拉松，可能慢一些，却更容易笑到终点。